李长寿却是紧皱眉头，对着万凌云长老深深做了一个道揖，沉声道：长老，道无止境，心有壁垒。若为壁垒所困，自是寸步难行，还请长老收下这几枚丹药。倘若长老有心再向前踏出一步，或许这丹药便可以助长老一臂之力。万凌云长老轻轻皱眉，目中依然是那般安然，言道：好了，莫要。长老。李长寿将头埋得更深了一些，朗声道：于丹道之上，若没有长老领弟子进门，哪来弟子如今之风光？还请长老收下弟子这般心意。万凌云长老略微皱眉，开口道：起来吧，再这般以情相迫，下次便不必过来了。啊，弟子不敢。李长寿顿时抬起头来，对着万凌云长老笑了笑。万凌云长老已是在把玩那几颗灵丹，颇有些爱不释手，显然是对炼丹之法更为看重。见此状，李长寿拿出了3颗蟠桃，很自然地递给了万长老1颗。长老，您尝尝。万长老随手将蟠桃接过，目光没有离开瓷瓶，张口一咬，整个人顿在那儿，如食素般。长老，这桃怎么样？您吃都吃了，可不能翻脸赶弟子走人啊。万凌云长老皱眉瞪脸李长寿：你这桃子又是哪里来的？高人所赠，高人所赠。总之不是坑蒙拐骗而来，长老放心就是了。李长寿笑道：长老，您今日吃了就开始闭关吧。这3颗桃子外加1枚灵丹，足可让长老突破1、2境界，金仙可期矣。您要是能够早日突破金仙境，于咱们渡仙门那是顶好的大事。余生无穷无尽，与天地同寿同眠，任您钻研丹毒之道，岂不美哉？万长老缓缓点头，又咬了一口蟠桃，冷然道：你还有哪般准备？都拿出来吧。还有一点，有关这几枚灵丹的药效说明。李长寿袖袍挥舞，一摞几十卷竹简堆在了万长老的面前。李长寿正色道：您用丹之前先看一遍，若弟子哪里领悟的不对，也能够及时指正。万长老一时语塞：长老，此事万不可对旁人言说，弟子想要安心修行，不想为……李长寿话语一顿，万凌云长老已经是面色复杂的点点头，而这个时候李长寿眉头微皱，又道：长老，弟子有一些感悟，先在您这儿打坐一阵。善。万长老抬手对着李长寿一点，一圈浅绿色的结界将李长寿包裹。若是换在旁处，李长寿突然这般心血来潮，通常都是不动声色，一心多用，暗中搜查心血来潮之源头。但是在万长老这儿倒是不用如此麻烦。心神下沉到本体，李长寿眼前似有蒙蒙光亮，细细体会心底出现的灵觉，一时却是毫无所得，只有一种曾经被人窥视之感。李长寿很快就捕捉到了自己元神周遭蒙上了一层玄妙的道韵，这道韵源自于塔爷口中的土老大。有人窥探我，反而被太极图给阻隔了。不对，太极图已经被人给看破了，不然我不会生出如此强烈的感应。怎么回事啊？西方教的2位圣人出手了，我的根脚就这般暴露了。也不太对，若是西方圣人找到了我应该感觉到极度的危险，不应该只是这般仅仅有事发生的程度。不多时，李长寿的心底再无半点痕迹残留，宛若之前的感觉只是错觉。受惊然，赶紧辞别万长老，立刻赶去破天峰。这一次他顾不得请外务长老许可，径直就来到了圣人画像下，
在袖中拿出常备手册的3炷高香，认认真真的3叩首。圣人画像轻轻晃动，一角略微飘起，一抹道韵未惊扰到任何人，在李长寿心底凝成了2个大字：无事。李长寿的心神顿时安稳了大半。显然刚才太极图警告被破，圣人老爷已是知晓，无事2字又蕴含了多少信息。李长寿在画像前拜了半个时辰，心底细细思量。此时他只能做出2个简单的推测：其一，有圣人窥探他的根脚，破了太极图的遮掩，却被自家圣人老爷及时阻止，自家圣人老爷才说无事；其二，有圣人窥破了他的根脚，但是自家圣人老爷觉得无事，故说无事。后续很可能出现问题的就是第2个选项，前一个选项没有讨论的必要。莫非刚才看我李长寿一眼的是玉虚宫或者碧游宫的老爷？大胆一点，还有可能是紫霄宫的老爷？看我为何，又为何看我？李长寿的心底凝出了一条条选项，又不断的思量，不断的做排除法，最后留下了16个最可能的情况，且大半都与封神大劫有关。正当李长寿刚觉得有些眉目，心底又泛起了少许潮涌。这一次给他的讯息倒是颇为清晰，这般潮涌也是十分的熟悉。海神庙中来了贵客。李长寿不敢耽误，神念落在安水城海神大庙中，看了眼在前院后院修行巫族战法的神使们，左右搜查，却发现毫无异样。今日这怪事怎的一件接一件？忽听神像侧旁传来了刻意压低的嗓音：长庚，长庚，能听到吗？长庚，能听到就给回个音儿啊，你这神像就蹦一蹦。李长寿满头的黑线，那也要他这个神像能蹦得动才行啊。他的神念看向嗓音传来之处，那里有一道浅浅的黑影，这黑影的形状有点微胖。这嗓音李长寿也记得，自是属于截教大师兄多宝道人。但是这般大佬来找我，何必如此鬼鬼祟祟的？事出反常，8成有诈。李长寿的神像一动不动，一具天仙境的老板指道人从地下而来，准备好了随时自扬。然而李长寿的指道人刚露头，一只大手凭空出现，抓住他的指道人胳膊，不由分说就把他拉入了一处熟悉的土洞。以洞识人，眼前这位微胖的白净道人还真是多宝道人，毕竟独门神通虚空洞主嘛。长庚，多宝道人拉着李长寿的指道人蹲下来，还不放心的各处看了看，又当着李长寿的面传声：你麻烦大了。李长寿屏气凝神，却并未慌乱，犹自镇定自若。前辈，怎么了？怎么了？还能怎么了？多宝道人急道：实话告诉你啊，我这是刚出碧游宫，立刻就赶过来了。你可知云霄师妹去碧游宫找师尊去了？李长寿顿时满头的雾水，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这个弟子不知仙子可是有什么急事？多宝道人眨眨眼，又嘿嘿一笑：嘿嘿，你这小家伙，喊我就是前辈，喊云霄师妹啊就是仙子。不行不行，今日起啊，你就喊贫道哎呀，这仙男也不太好听啊。这李长寿见多宝还有心开玩笑，心底也松了一口气，拱手道：仙长。可以。哎呀，就是听着有些生分，以后啊，你直接改口啊，叫我师兄就是了。多宝道人咳了一声，不给李长寿反驳的机会，立刻讲起了前因后果。
之前呢，师尊跟我在宫中吃桃听曲儿，这个师尊呢正教导我如何努力修行，这云霄师妹突然就来了，吓得我连桃核都咽下去了。云霄师妹说呀，她心有疑惑，想请师尊为她解惑。师尊呢也不敢大意，云霄师妹极少问道，每次问的问题呢都能让师尊解答许久，还容易被师妹反驳。这果不其然，今日云霄师妹拿出来的问题让师尊他无法回答。哦，仙子竟这般厉害，将圣人老爷都难住了。你说这话就太见外了啊！多宝双手揣在袖中，与李长寿蹲在土洞角落嘀咕道：难住圣人老爷那不是师妹的问题，那是你呀，长庚。李长寿的笑意顿时就凝固了。该不会……多宝叹道：云霄师妹的问题是，她似是入了情劫呀，心底总有念想不定，时刻呢总是想起一个人，大道之中呢也可见此人踪影。这按理说呀，她修行无数岁月，这不该不应不会有这般悸动啊。她担心自己是遭了算计，想请师尊出手帮她查证。然后师尊出手推算，为太极图所阻，又亲手引来了陆仙剑，趁太极图一不留神，划破了太极图的威能，看到了你。哎呦我去，破案了！我此前心血来潮，竟然是因为通天教主用陆仙剑远远地戳了我一下。哎呀，洪荒堂真是太过凶险了。嘿嘿，怕了吧？多宝道人用肩头撞了一下李长寿。别担心，师尊说的是大师伯执意相护，将他推算再次隔绝。但是师尊还说他只是看了你一眼，就知道你今后必非寻常人物，与我们截教呢也颇有缘法，且大师伯断然不会用这般事算计道门弟子，让师妹不必担心。你看到没？师尊这是在替你说话。李长寿不由有些摸不着头脑，这通天教主老爷为何……多宝笑道：不过呢，云霄师妹是当真不好糊弄，又连问了师尊几个有关情节的疑难，把师尊问的也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呀。你想师尊贵为教主老爷，怎么也不能在师妹面前丢了面皮呀。于是就玄乎其玄的说了那么几句。这接下来师妹定然会来寻你，问你5个问题，你呢需要按照我说的答案作答，要与师尊推算的情形一模一样，既可让你跟云霄师妹的关系更加稳固，也可顾全我家师尊的面皮，懂了吗？李长寿皱眉沉吟，小声问：这个前辈，弟子若说不懂……多宝道人眼睛一瞪，直接站起身来，左手对着虚空高举，口中大喊：诛仙阵图何在？渡仙门，小琼峰。李长寿于林间负手而立，心底飞速地思索着。诛仙似剑悬于顶，问我春秋几何梦？仙子如溪，妙如云，何以心事借圣明？这个心境寄托的太过委婉了一些，要是常规一点的表达的话，就是李长寿整个人挂满黑线，双手作爪，无处安放，浑身抽搐间在那儿一阵磨牙。苍了个天的，圣人下场拉我入截教？封神大劫针对的就是截教，截教上上下下死伤无算，十绝阵开始失控，赵公明惨死，三霄九曲黄河大阵斗圣惨死，万仙阵更是死叛逃离了大半的截教仙人。8大弟子7位随侍仙人，最后有几个囫囵的？通天教主打出真火，一怒之下要灭世，重炼风火水土，最后都被道祖老爷关禁闭了。现在跟截教走一块儿，那不就是把我自己硬往封神榜上送吗？虽然我已经走在了封神榜的前面，成为了如今天庭4阶正神，而且马上要升3阶了，理论上来说已经不会被封神劫运影响，但是这事当真是不保险。
而今天李长寿总算是明白了，为何赵大爷义薄云天，为何穷萧毕萧这般喜玩闹，又为何多宝道人会如此的洒脱不羁。截教上上下下为什么会这么歪啊？还不是因为上梁歪。要稳健一点。这叫什么？李长寿仰头长叹，隔壁家圣人老爷下任务，而且看这个样子，自家的圣人老爷已经默许工具人外界了。冷静冷静，越是在这种时候越不能够慌乱。心中默诵稳字经，白美系列作品缓缓环绕，李长寿的元神盘腿打坐，道心迅速平静了下来。此时李长寿首先想到的不是这件事如何荒唐，反而是自己的处境。他是人教弟子，天庭仙神，如今也算是洪荒中不知名的隐藏金仙，但是比起云霄仙子，无异于暗淡星辰与洁白皓月。从截教圣人老爷所说的这5个问题，李长寿发现圣人老爷可能要在男女之事上有那么一丢丢的过于理论化，将此事按大道来解，但是感情的事能用道理说得通吗？道性与人性本就是此消彼长，彼强我弱的关系。所谓道性，便是炼气士与大道的契合度。常听人说修道时间越久越是绝情灭性，其实可以理解为与道相融，道性增长，以至于做人做事都以道的角度去看。所谓的人性可以理解为万灵之灵性，便是炼气士本身的品性私欲。李长寿读过一本伏羲大佬所著典籍，里面就探讨了道性与人性对炼气士的影响。李长寿将之奉为经典，其中有言：先天生灵以道性居多，后天生灵以人性也就是灵性为主，故让身为先天生灵的云霄娘娘产生人性才主导的男女之情，本身就是一件极难之事。